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第一运动。说到世界第一大运动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说足球。据说世界上的足球迷有35亿人，像皇马、巴萨、曼联的球迷各自估计有4亿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所有的曼联球迷加起来可以成为第3人口大国，仅次于印度和中国，超过了3.4亿人口的美国。有朋友会说，4亿人还找不出来11个会踢球的吗？曼联怎么过去12个月只赢了13场比赛呢？元旦在即，祝大家万事顺意，财源广进。那说到裁员，我们曼联虽然成绩堪忧，但绝对是赚钱能手。皇马、巴萨敢认第一、第二，我们曼联就敢认第3。那么考弹幕一个问题：坐拥35亿球迷的第一运动足球，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赚钱的运动呢？我们来看福布斯统计的估值最高的俱乐部。我们黄萨联的确位居足球的前3，估值在60亿左右，但足球的领头羊皇马居然比不上洛杉矶快船队，那更别提湖人、勇士以及一众 NFL 的球队了。福布斯统计呢，估值前50的俱乐部，30个来自 NFL，12个来自 NBA， 棒球2个， F1 2个，而足球世界仅有皇马、巴萨、曼联、利物浦占了4个位置。有朋友会说，福布斯这榜单就是看个乐吧，快船现在都烂成什么样子了，怎么可能比皇马还值钱呢？那胖叔补充一句啊，23年底拉爵爷是以54亿的估值入股的曼联，今年8月的凯尔特人转手是61亿，10月份的湖人转手是100亿，这几笔交易可以说锚定了福布斯的估值。快船是不是比皇马值钱，胖叔不知道，但是商场上真金白银，凯尔特人就是比曼联贵，而湖人恨不得是曼联的2倍。有朋友就不服气了，我曼联和皇马合砍18个欧冠，你湖人才17个总冠军，凭什么你估值是我2倍呢？再说了，就 NBA 那比赛，战术千篇一律，明星轮流养生，2分钟插一段广告，请我看我都不看。你们美国球队估值高，不就是过度商业化吗？谁在乎啊？朋友们，估值高不高，咱们球迷也许不在乎，但是球队老板在乎。如今英超20个球队有11个都是美国老板，这批美国老板买英超球队是因为热爱足球吗？当他们看到 NBA 和 NFL 的估值起飞，你觉得他们是会嗤之以鼻，还是见贤思齐呢？在胖叔看来，足球世界里，英超是目前运营思路最像美国联赛的，并且未来只会越来越像。参照 NBA 呢，我们可以尝试预测一下足球世界未来的3个发展趋势。第一，分配更平均；第2，赛事更频繁；第3，数据更深入；第4，很多武打明星都是武戏出彩，文戏拉胯，难道就没有演员浓妆淡抹总相宜，文艺体育两开花的吗？各位老公好久不见，各位同学お久しぶり。曼联赢纽卡只好被迫上岗，最近孩子放假在家，更新不易，希望各位朋友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也请各位预约下期视频，爱你。说到 NBA 的商业模式呢，有个核心理念，就是贩卖的产品不是个别豪门，而是整个联赛。NBA 需要联赛相对扁平，最好每个球队都有当家球星，每一场都是强强对决。与 NBA 相比呢，西甲、德甲们的强度就像个金字塔。这赛季皇马、巴萨球迷算分的时候，我猜每轮也就是关注一下彼此的赛况。那拜仁球迷可能都未必在意多特药厂的结果，但是我们枪手球迷算分的时候，就得看曼城、切尔西、维拉，甚至利物浦的赛果。而我们曼联球迷算起分来，上到富勒姆、水晶宫、桑德兰、小蜜蜂，下到埃弗顿、布莱顿、纽卡和伯恩茅斯，恨不得大半个联赛的赛果都要关心。那当然，英超和 NBA 相比啊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NBA 过去7年7个不同的总冠军，去年争冠的步行者如今垫底，去年的鱼腩马刺如今高居联赛第2，这种流动性在足球世界是很少见的。那有朋友会说，你这话说的，英超今年不就已经做到了保级球队争4，去年还做到了争4球队保级呢？你别说精彩不精彩，就问你扁平不扁平吧。那达成联赛扁平的秘密是什么呢？答案就在财富分配方案里。NBA 的转播收入呢是30个队一视同仁，完全平分，而足球传统的财富分配模式是像西甲一样，每个球队单独贩卖自己的转播权。这种模式毫无疑问会使贫富差距变大，但这钱是黄萨凭本事挣的，不用于我自己的球队建设，还要去资助竞争对手吗？而英超在美国的模式影响下，早早的就把联赛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，目标就是带着小球队把蛋糕做大，转播费放在一起，绝大多数都是20队平均分配。我们来看看23到24年的英超转播收入分成，一共28亿英镑，第一名的曼城分到了1亿7，最后一名的谢菲联分到了1亿1，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 1.6 倍。那看看前几名的收入非常接近，阿森纳和曼城持平，利物浦少 3%， 热刺少 6%， 第10名的水晶宫只比曼城少拿2成。那西甲又如何呢？想看的朋友呢，请在弹幕扣1。
好啊，24到25年的西甲转播收入一共是13亿欧元，只有英超的40%。第一名的皇马拿到了1亿6，最后一名的莱加内斯拿到了4000万，第一名是最后一名的4倍。跟英超一样啊，第二的巴萨也是和第一的皇马持平，但不一样的是，到了第3名，英超是少3%，而西甲的马竞是少了32%。到第4名，英超是少6%，西甲是少54%。第10名的瓦伦西亚只能拿到皇马的1/3。请注意啊，这还是西甲对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之后。13年的时候，英超第一名比最后一名分到的钱还是 1.6 倍，而彼时的西甲第一比最后一名，大家能猜猜看是多少倍？3、2、1，是11.7倍。当年的西甲，皇马、巴萨可是各拿20%，如今各拿12%，已经是很给面子。有朋友会说，那如果英超也像西甲一样分配，曼城、阿森纳一年能各自多拿1亿7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英超老板比咱们高明的地方。咱们把蛋糕做大了，如今的阿森纳就算只拿6%，也比皇马的12%拿得多，这又是什么概念？英超面对西甲，虽然欧战上输了，但是制度上赢了。英超工资第9的西汉姆，工资支出在4大联赛都能排进前4。想象一下，过去10年英超和4大联赛拉开了多少差距，未来10年又会拉大多少？那有朋友会说，西甲现在也平均分配，能否追上英超呢？没错啊，有道是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在生物界也许是如此，但是在商界，狼是不会给你补牢的机会的。英超10年早就雪球滚成护城河，建立起了巨大的财政优势。黄萨也许想通过贝林和拉什争取一下英语区的市场，但人家早就釜底抽薪。这2年英超在中美和北美的收入激增，因为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天才少年宁可选择布莱顿，都不愿意选择同根同源的西甲了。皇马的老佛爷呢，顶着压力强推超级联赛破局，想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，最终也是无疾而终。那更多关于超级联赛的话题呢，欢迎移步胖叔的视频《超级联赛为何阻力重重》。今天课程任务中就不展开了。对财政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欢迎各位留言讨论，胖叔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最后，胖叔要补充一句啊，平均分配收入的制度呢，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导致曼联现在踢水晶宫富勒姆还要提心吊胆。全球有4亿人，每周都要遭受2个小时的折磨。所以建议英超还是多参考一下西甲的分配方案，给王侯将相应得的待遇，别整的联赛头牌进不去欧战，多尴尬。NBA 的另一大特点呢，就是赛事频繁。姚明时期的球迷呢，想必都记得5天4赛、7天4刻的阴间赛程。姚明过早退役，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篮球迷共同的遗憾。如今 NBA 这样的悲剧屡屡上演，而足球也不遑多让。我们看看 Athletic 总结的23到24赛季出场次数前15的球员，彼时曼城的小蜘蛛算上国家队全年出战75场，好在不少场次都是替补出战，一共是5364分钟。但是看看我们下面的福登、巴尔韦德、范戴克、金多安、莱斯、扎卡都是6000分钟以上。如今足球世界是见缝插针的增加比赛，欧协杯和世俱杯还不算完，这边欧冠从125场变成了189场，那边世界杯又从32队变成了48队。足球球员工会已经发出警告，球员不是机器，需要休息和恢复。许多球员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尤其是不少年轻球员已经高度透支。去年工会把 FIFA 告上了法庭，而 FIFA 直接一脚出球，辩护说球员赛程紧，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俱乐部。也许正如瓜迪奥拉所说，除非球员集体罢工，否则比赛不可能减少。咱们前面讲财富分配的时候呢，体育商业化听起来是博弈，是共赢，是运筹帷幄，是技高一筹，听起来还挺浪漫。但其实体育商业化很残酷。也许亨利这番话最能代表我们球迷的心理。亨利说呢，我们当然想多看几场米兰对利物浦、曼城对国米，但我们更希望看到最好的球员出现在场上，并且发挥出最好的水平。当足球世界把赛事作为产品卖给球迷的时候，让最好的球员始终在场上发挥，也应该成为产品的一部分。这届美加墨世界杯 FIFA 正式宣布，要在22分钟和67分钟强制执行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，这是不是足联良心发现了呢？朋友们，渣男突然对我好，肯定是别有所图。在美国，一场 NFL 比赛平均要看70分钟的广告，一场 NBA 比赛要看45分钟广告。世界杯真会让我们看3分钟 C 罗喝水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最后一点趋势就是数据的深度应用。NBA 有着完善的数据库，大到科学的进阶数据，小到某个赛季单打效率最高的球员，兼具深度和广度。
足球世界率先引入数据分析的球队已经尝到了甜头，比如利物浦的球探系统，或者是小蜜蜂阿森纳的定位球。具体高阶数据的应用呢，胖叔之前的视频也有讨论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这的确是个好兆头，但是与篮球世界成熟透明的数据体系相比，足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的插够、插 assist、威胁球，好多时候结论都和比赛内容南辕北辙。前一阵新闻说维尔茨的进攻3区创造威胁是全英超第一，底下留言就全在嘲讽。我们看 NBA 的很多自媒体谈到历史地位、球员排行，张口闭口都是 PER、Win Share per 48、Box Plus Minus 这些高阶数据，头头是道。再看看咱们足球的自媒体，我有几个欧冠，你有几个世界杯，再不然就是情绪输出、没梗硬造。但这不能怪我们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只能靠进球助攻评价球员。行业怎么进步呢？球盲怎么聊球呢？之前人人说多谷是水货要清洗，这轮进了一个球，突然就变成丹麦贝尔了。搞得我们这些球盲好分裂。上轮海文拿了全场最佳，外媒就开始吹了，100%的空中争顶成功率，94%的传球成功率，48次触球，8次解围，3次传入进攻3区，0犯规，0失球。哥，咱们这叫数字，不叫数据。100%争顶成功率，1中1也叫100%，还48次触球，咱们搁这糊弄谁呢？那说到底，还是缺少完善的数据体系。足球媒体没法挖掘数据，那就只能挖掘爆梗。但咱们也别可着曼联一只羊薅嘛。我们曼联连续贡献林皇、厂长、马奎、元神、逼费、青木家暴、桑乔食堂、C 罗采访，真的已经快油尽灯枯了。其他球队就不能积极一点吗？前一阵利物浦风雨飘摇，斯洛特的采访寡淡如水，白白浪费着泼天的流量。你再看看我们曼联的主教练，从穆帅到滕子再到小阿，赛后采访比球赛还精彩。上轮赢了纽卡，小阿对记者说：“林峰4后卫，梅努受伤，咱都不需要开发布会了，所有的话题都覆盖了，回家过节吧。”你看看人家小阿啊，来英超1年了，成绩不咋样，文本能力越来越强了，都快从诗人变成喜人了。有朋友会说，体育从业人员奉献精彩的比赛才是本职工作，文本有这么重要吗？朋友们，不能因为是打戏就不注重文本。克鲁伊夫说过，每个球员一场比赛能碰到球的时间平均只有3分钟，所以决定你成败的是不触球的那87分钟你在干什么。让我们回归文本，致敬经典，一起欢迎我们今天的代课老师神宫寺奈绪老师。阿四老师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即便胖叔是个铁杆3上粉，也不得不承认演技这一块阿四老师要胜小南老师半子。阿四对文本的严谨性要求很高。一次男同事因为错过末班车来阿四家借宿，剧情推进到需要洗澡换衣服的环节。那传统的借宿呢，女主人会掏出哥哥的衣服或者是前男友的衣服都让人有点出戏。还有时候男主自己带着换洗衣服就来了，仿佛早上就预测到今晚要错过末班车，经不起推敲。阿四老师就直接说，换的衣服就用我的吧。男主洗完了，穿着紧身的女士 T 恤出来的时候，都把胖叔看笑了。我还一直弯腰想看看这哥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裤。上课了，同学们都严肃起来。今天我们来细读经典，分析一下阿四1分钟的一个长镜头独角戏。故事开始，阿四老师杏脸桃腮，语笑嫣然，俏生生地问：“我说，怎么了？怎么在发呆啊？刚才酒喝太多了吗？”我也有点喝太多了。那見て，我的脸是不是变红了？上节课说过，在日语词汇里，简单的重复就会变得可爱起来。比如教えて是教我，教えて就是教我嘛。同样的，見て就是你看，見て就是你看。我果然脸红了吧？果然啊，我一喝酒就会脸红。今天特意大老远的来看我，谢谢你。久违的和你聊过这么多，真的很开心。でも咱们过了这么久才见面，ここまま解散で言うの寂しいよね。刚刚这一段叽里咕噜的，但是大家听到什么了？听到傻逼戏了。听到傻逼戏要干什么呢？对，要射门了。还是这个关键词汇中的关键词汇。考试中只要听到傻逼戏，不看语境，不看上下文，无论异性同性，可以直接起脚打门。开散念作开散就是解散。到这儿就散了的话，还是会有点傻逼戏吧。这个时候，阿四老师的笑容突然消失，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，眼睛眨了一眨，又抿了一抿嘴，然后说：“阿诺萨，有点像我们古文的发语词。
你一听到一或者接福，你就知道，作者写不下去，准备强行转折上价值了啊！什么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打完就准备要收工了。但阿瑟老师通过一连串的微表情铺垫，让阿诺萨的转场非常丝滑，后面跟的你就知道一定是关键信息。咱们这不是要收工，是要开工了。阿诺萨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。总结一下课程要点：第一，经营婚姻就像经营联赛一样，如果每次分配都斤斤计较，10年后就没有隔壁联赛过得好。日子过得不好了，就喜新厌旧，想出去整个超级联赛。野花只是看着比家花香，红玫瑰总会变成文字写。不如当初家务带娃都平均分配，自己刷手机的时间少一点，家里的爱就会多一点。第二，在单位或者车里带一套换洗衣物，哪怕带套内衣裤呢，你要不然穿紧身 T 恤真的很不舒服。第三，视频做到这儿，开散的话呢，确实有点傻逼戏。好在曼联接下来的赛程相对轻松，希望球队好运，我们可以尽快见面。有劳大家为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爱你。